而江丰眠在家庭多次因为你起冲突的情况下，数次拒绝我的请求，强硬的要留住你，确实是有所求的模样。祁阳停下喝了2口茶，一边喝一边想，是不是自己对这小子打击太大，怎么半晌都没个声的。蓝忘机略显局促地看向魏婴，魏婴的脸色好差，唇角也褪去了血色，惨白一片。魏婴眼前漆黑一片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只感觉自己好冷，想要到太阳晒到的地方。魏婴顺着光线往前走去，看见莲花坞里的鸡飞狗跳，看见于夫人的侍女金珠银珠在一旁等着自己的犯错，看见江师姐捧着一碗莲藕排骨汤安慰自己，看见江叔叔熟悉无比的笑容安慰自己，于夫人一直都是这样。忽然这熟悉还算祥和的氛围陡然一转，自己缩在桌角下，看着于夫人与江叔叔大吵大闹，尖锐的嗓音穿透房门，像坚硬的石子划在地面的刺耳声，看着一旁的江城抱怨因为自己父母亲又吵架了，看着给了自己失望的眼神的师姐，他想回家，想回自己的家，想阿爹阿娘在的家。无尽的争吵，无尽的指责，魏婴看着喉咙苦苦的，像吞了一大口黄连，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样的日子？祁阳矜持地瞥了眼魏婴，瞳孔巨缩，整个人连忙站出来，疾步走向魏婴。魏无羡。魏婴蓝忘机一直关注着魏婴，当他看见魏婴失去焦距，只有无尽黑暗的眼神，就牢牢抓住了他的手腕。用你家的清新音。祁阳紧紧抓着魏婴的臂膀，转向蓝忘机说道。好，蓝忘机干脆利落地取下随身携带的忘机琴，将其放置在一旁的桌上，利用琴音唤醒梦魇的魏婴。琴声缓缓流出，伴随着淡蓝色的灵力环绕在魏婴周边。曲毕，魏婴失神的眼眸笼上了一层薄雾，看清眼前的对象，魏婴嘴角努力上扬。谢谢蓝湛。祁阳看着回过神的魏婴，暗自心悸，这要是看到血腥残暴的画面激发他的凶性，轨道祖师失控的后果无法想象的。怎么说，祁阳知道魏婴修的是轨道，并且是开山鼻祖师的人物，但魏婴长久以来的行事都是很清醒的，甚至会自愿困于乱葬岗。唯一一次失控便是那传说中的血洗不夜天，苦果们那些家族也吃到了，真把魏婴当病猫了。姑苏，一名蓝氏弟子看着手里的刑具，顾不得家规，朝着蓝曦城快速走去。这是姑苏蓝氏发现的第2处炼尸场，仅在发布命令后的2个时辰内，蓝家修士利用当地农户绘制的地图，快速锁定几个偏僻的村庄进行巡查。第1处炼尸场被发现是因为怨气在荒野上太过扎眼，而第2处炼尸场发现则是因为蓝家一名落单的修士与一名鬼修碰了个照面，双方打了起来。所幸离巡查的小队并未很远，蓝家修士在伤了一侧手臂后被救，而鬼修也趁势发了信号灯，无情的烈火在不远处燃起，夹杂着不断的嘶嚎声。师兄，怎么办？一名少年看着不远处的大火，又看了看几人包围对峙着正在咧嘴笑的鬼修，低声问道。那被喊的蓝家修士蹙紧了眉头，他是负责这支小队的负责人。思索了一下面前的鬼修与火场里可能尚有性命的普通百姓，迅速下达指令。宗主会议上说得很明白，救人。师弟，你们先去，我来对他。环着鬼修的蓝家修士们听到师兄安排，虽心有不甘，但知道人命最重要，侧身一跃消失在层层叠叠的森林里，朝着火源靠拢。鬼修闻言露出一个阴恻恻的笑脸，舔了舔嘴角，用修士炼尸正愁找不到人呢。但下一秒，一把剑从背后穿透，鬼修错愕地看着胸前的剑，扭过头，只见那名被伤了手臂的修士正握着那柄剑。师兄，兵不厌诈。这些鬼修用的都是下三滥的手段，刚刚还曾透露想用修士炼尸。那名弟子义正言辞地对负责小队的师兄说道。师兄张了张嘴，想说背后伤人不对，但转念一想，对付没底线的鬼修好像也不能用君子之道，遂说道，既如此，我们先去救人吧。好，吴叔，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一个11、12岁的少年望着窗外，似在辨别些什么，转头向一个男人问道。被喊吴叔的男人闻言停住正在收拾刑具的动作，快步走向窗边，狐疑地往窗外打量了一段时间。为了谨慎起见，他还是选择将窗扇拉了下来。他和少年是那些修士拐来的，
主要负责帮他们做埋尸的活。这活一般人干不了，那些尸体惨状各异，有生生扣下自己眼珠子的，还有肠子露在外面的。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，只要有作呕的表现，就会被那些修士杀掉，成为拉车上下一具尸体。小飞，你听到什么声音了？吴叔压低自己的声音问道。这些修士耳朵多极其敏锐，他不得不这么做。那名唤作小飞少年凑到吴叔的耳边说道，像是点火的声音，我好像还闻到了酒味。吴叔闻言又赶忙走到窗户边，伸手扇了扇，鼻子抽动了几下，心道不好，是起火了。小飞，那些器具里面挑个顺手的家伙，我们走。前面起火了，那些人可能跑了。